3米高的长腿怪和10个人玩捉迷藏，谁能坚持到最后，就能赢得1万美金奖励，反之就要受到残酷的惩罚。二狗找来一个垃圾袋，决定将自己伪装成垃圾，在成功套上去后，竟真的与垃圾融为一体。不仔细看，还真的很难发现。黄衣小伙买来一件棕色外套，他决定伪装成大树的样子，在换好衣服后，便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，成功与大树融为一体。小特穿好防寒服后，直接登上了气垫船。他觉得长腿怪一定不会游泳，还特意用手当船桨，使自己远离岸边，趴在上面根本看不出来。翠花更是自己伪装进了银色铁桶里，只是不知道如此明显的铁桶会不会引起长腿怪的注意呢？狗蛋找来一套相同的衣服，穿戴在了假人身上当做诱饵，自己则躲进了身后的小树林里。这波出卖队友的操作能打几分呢？小胖则穿上了一件薄薄的迷彩服，戴上帽子后没有1寸肌肤是露在外面的，他直接躲藏进了树丛里，蜷缩在那里根本就不敢动弹。小强用纸板搭建起一个小窝，掀起来后直接钻了进去，只是这空间非常狭小，看上去也还算足够隐蔽。黄毛买来一套狗熊服装，伪装成了狗熊的样子，再来上一段霹雳舞，你们说他是熊大还是熊二？小美特意穿上一身黑色衣服，直接钻进了汽车下面，这么矮的位置长腿怪一定发现不了自己。最后终于轮到小帅开始躲藏了，他找来一个帐篷，成功躲藏在里面。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，也只有这里最舒服了。在所有人躲藏完毕后，长腿怪也赶了过来，看着就十分恐怖。听到长毛怪的脚步声后，众人更是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长毛怪不停地查找着每一个可疑点，当他走到河边时，一眼就注意到了充气船的异常，虽然不能下水，但还是能拉拽绳索，竟真的发现了趴在上面的小特，他也成为第1名淘汰者。怪物则用超声波对他进行惩罚，随后直接从小帅的前方经过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。接着更是直接发现了树上的黄衣小伙，你这高度与我出奇的一致，是担心我看不见你吗？并且还告诉他赶紧下来接受惩罚，于是利用树枝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。长腿怪继续寻找，很快便注意到了脚下的铁桶，用手抽打一下，吓得翠花立刻尖叫起来，他也惨遭淘汰。而他惩罚翠花的方式竟是光脚走过松果，丝毫没有怜悯之心。在转了一圈后，又在石堆旁成功寻找到了小强，怪物惩罚他吃掉发臭的奶酪，这滋味的确有些上头。在转了半天后，太阳都有些落山了，路过树丛时，一下子就发现了躲藏在里面的小胖。怪物惩罚他喝掉满满一杯的冰湖水，瞬间从头凉到脚。当看到假人模特时，长腿怪立刻就来了暴脾气，将他狠狠地掀翻在地，并且猜测真人一定就在附近。在往里走了走后，真的发现了狗蛋的身影，他也惨遭淘汰。你不是不老实吗？那就惩罚你用煤灰洗脸，这样貌相不像小时候的你。接着又在垃圾堆里成功发现二狗，吓得赶忙抬手求饶。二狗需要将一整盆的蚯蚓倒入衣服里，一般人真得吓尿裤不可。幸亏二狗是2班的。随后停在一旁的汽车引起长腿怪的注意，就这样小美也被发现了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怪物并没有惩罚小美，不难看出就连怪物都如此好色。此时只剩下2人没有被发现，究竟谁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呢？小帅此时正在帐篷里悠然地享受着美好时光，长腿怪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猛地一转头便发现了身后的黄毛，走过去后直接摘掉了他的帽子。他的惩罚是吃掉一大勺的泥土，真的是难以下咽。长腿怪继续寻找着小帅的身影，经过1个小时的苦苦搜索后，终于在一片树木的后面发现了小帅的帐篷。虽然小帅也被淘汰了，可他却是坚持到最后的。恭喜小帅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选择躲藏在哪里呢？